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迪丽热巴被女配狠狠上了一课，这就是热巴的样子。是这样，她靠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，可在电视剧里，她却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。01美女翻车。自从她答应出演《安乐传》之后，就不断的有路透和花絮出来，说她长得漂亮，说她的龚俊很帅，说她的故事很精彩。有更多人的开始吐槽，龚俊戴上了一顶用眼睛都能看到的假发，穿着太子的衣服，像是东厂公公。而女主角则是与凤九、烈如哥这只小狐狸一样，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没有任何特点。没开，大家都是被热巴的颜值吸引过来的。当她打开的时候，一张油腻的脸就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他们忍不住想要知道，这是一个隐藏在水匪巢穴中，暗中策划报复计划的女主角，为什么会和油扯上关系？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见面，她掀开男主的帘子，对他说了一句“你很有气质”。又或者是因为坐在一艘船上，她从后面抱住了男主，用力地摇着船桨。还是说，她平时最爱扒男主角的衣服当风帆，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男主角的衣服都扒光了，放荡不羁，无拘无束。很显然，热巴把匪气发挥到了极致。不过她说这话的时候，那张明媚成熟的脸，再加上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卖萌的样子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只有男主才会做的事情，就算是韩烨他爹，就算是当今皇上，也是如此。伸手，眉头一挑，隐约间，他想到了王次，想到了他的叔叔。而最有争议的就是女主的长相了。热巴长得漂亮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可眼前这个嘴唇红润、鼻梁几乎被滤镜遮住的女人，还是她吗？换一个视角，改变容貌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高估了热巴的美貌。没有了假发，没有了发型，她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惊艳。头发散开也就算了，把头发绑在脑袋上，她总觉得这个男主角比被她摸了一下就害羞了更有男人味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有些人恨得牙痒痒，有些人却很爱听评论区一片彩虹屁的声音。这一次，粉丝们真的很给力。但是，让热巴翻车的却并不只是因为她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而是因为两个角色之间的不契合。最关键的是，这部戏里的女主角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。正所谓，女主角在女主角面前只能黯然失色。02女主角色的重担。从戏份上来看，琳琅这个角色，王艺婷是当之无愧的女主。虽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，但每次出场，每次出现在镜头里，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在剧中，她看似是让一众男子为之疯狂的青楼女子，实则却是男二号的耳目。一开始，并没有人在意，毕竟这些年来，那些花魁是什么德行，他们都心知肚明。要么就是身材凹凸有致，在舞台上怯生生的，要不然就是一个侧脸，都快把人给传送走了。妓女，毫无疑问，她是个美人胚子。可是，当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的时候，要么放慢速度，要么胡乱做几个手势，然后就被剪辑了。这样的话，观众们会喜欢吗？直到琳琅登场，观众们才真正见识到了花魁的风采，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一曲倾国倾城。这妆容，这身材，就凭这个从空中落下来的动作和扭动的动作，一看就是练过的，肯定是会跳的。原本以为只拍了这么一小段就已经足够了，谁知道大场面才刚刚开始。转身、回头、踢腿，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别说是屏幕中的小侯爷，就是直播间的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。他又一次出现在舞台上，穿着一身黑色长裙，踩着鼓点，虽然被绑着威亚，但依旧是那么的美丽。这是何等的潇洒，何等的潇洒！怪不得有网友说，未来的青楼头牌将会是一部古装剧中的青楼，以此为基准。王艺婷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得非常的出色，让她在这部电影中收获了不少的粉丝。年轻就是演员的优势，和热巴这个30多岁的人比起来，她的表现要出色得多。殊不知，她也不止一次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演技让人惊艳过。第一场，她虽然只是一个侍女，但因为女主角韩云熙的关系，她的戏份很多。她就是那个嘴上说
心里却是在为人仗义的大小姐唐千儿。她就是傅荣最好的朋友，表面上总是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欺负，实际上却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。其主李冬至，钢铁直女，从小在军队里长大，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，更喜欢武器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总算是有了点人气，有了点话题，总算是有了点眉目。达尔文之恋、相思令、七根心剪等等，都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王艺婷虽然没有机会出演女一号，但是她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。她才20多岁，年纪就已经很大了。与秦观的大好前程相比，热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都是充满了悬念。03，别扭的罗永。说到这里，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，并不是因为她是个演员，也不是因为她的电影，而是因为她被称为红毯女王，被称为90后最有魅力的女人。她的演技，她的颜值都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种美也有它的期限。时间一长，再怎么打磨，再怎么过滤，都无法掩盖演技上那道裂谷般的缺陷。从一开始，颜值这个词就没有成为衡量一个演员成败的最大标准。这是在演戏。从张颂文对待苏小丁的态度上就能看出端倪。狂飙的开场，大家都是看过的。京海乃是高家的天下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天底下有一块铁疙瘩，就一定是他们高家的。在这部电影之前，苏小丁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但因为这个角色，他却一炮而红。有了这么多的人气，接下来就是一些线下的活动了。宣传，这是一场带货的直播，大学讲座，各种娱乐节目层出不穷。看样子，只要有钱，苏小丁就一定会去。可是，当他的热情消退了呢？苏小丁的名字已经没人知道了，还有人关心他在干嘛。而张颂文则不同，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，靠着高启强一炮而红。在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，曾经被人嘲笑过，说他是个侏儒，说他是个猿人，说他不要当演员。一年面试上百家公司，总有一家公司会被刷下来。名气大了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来找他的人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无数经纪人来找过张颂文，想要跟他合作，无数综艺节目，无数代言，但他都没有任何反应。甚至就连那些小花小鲜肉们挤破了头也要参加的微博晚会，他都拒绝了。在质量盛典上输给了一个小鲜肉，网友们也会为他抱不平，但他并不愤怒，也不沮丧，只是平静的微笑。他说，他只关心自己的角色能不能打动观众。张颂文除了演戏，什么都没赚，但他发了一条微博，下面就有成千上万的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在白玉兰奖的当晚，他也成为了网民们最为期待的男主角。所以，当这股风头过去的时候，谁才是真正的罗永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那个时候，张颂文就是一个教训。演戏就是演戏，做得好胜过做得好。要是整天只知道搞综艺、搞代言、搞红毯，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，被大众所唾弃。但很遗憾，并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和他一样，并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张颂文。一个专业的演员，如果不会演戏，那么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他的长相上。这就是热巴的难堪所在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他走上红毯，风华绝代，风华绝代，风华绝代，被冠以女王之名，名声大噪，人气越来越高。可是，这样的事情真的可以让他在娱乐圈里立足吗？这会不会是他在圈子里的立足之地？当然不会。有了这么高的人气，热巴根本不担心拿不到资源，女主角的戏一部接着一部。可是，最后发生了什么？一直以来，热巴都是靠着美貌出名的，但在这部戏里，她却被李怡棠这个长发披肩的女2号给比下去了。被《安乐传》中的女2、女3、女4号，在油腻这个词面前都黯然失色。不得不说，在2023年，热巴凭借着安妮和任、安乐这2个名字，向世人展示了演员的强大之处。除了一张红毯上的照片之外，还有一张可以让人信服的照片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